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美国法院的裁决如何同时定义世界贸易格局和美国的政治基石？求不得是不是有时也是一种安排？8月29日，一道法律惊雷划过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天际。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票对4票的结果，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定，认定川普政府借国家紧急状态之名征收的大部分全球性关税超越了他的法定权限，是违法的。这项裁定直接冲击了川普政府标志性的贸易政策基石，引发了一场关于总统权力边界、宪法制衡以及美国和世界经济未来往哪里走的讨论。首先，虽然这个裁决是针对川普的关税政策，但是这个裁决却是直接针对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三权分立的核心制度。川普有一整套他自己想重建美国的想法，为了实现他的这些想法，自从川普2次入主白宫后，他的法律团队就开始用不断创新的司法策略来突破总统的传统权力边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个判决代表了美国司法体系对川普政府权力扩张的一次直接制衡。这次司法裁决的核心是一部名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1977年的法律。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法律简称为紧急法，因为紧急法是这场法律风暴的中心。要理解法院的裁决，我们就必须简单了解一下这部紧急法的诞生背景和历史用途。紧急法是1977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戏剧性的是，国会当时确立这部法律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赋予美国总统新的权利，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限制和规范总统在和平时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利。在这之前，各届总统都时不时会启用一部1917年名为《与敌贸易法》的老古董法规，利用这个法规启动总统的紧急权力，让总统的权力进入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状态。当时的一项国会调查发现，从1933年为应对大萧条，当时的美国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直到70年代，各届总统持续启动这个有关紧急状态的老法规。美国已经处于长达40多年的持续紧急状态了。为了终结美国这种永久性的紧急状态，于是国会在1977年通过了这部紧急法，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国会监督的、有明确程序的、权力范围更清晰的紧急状态框架。但是自从紧急法诞生以后，这个法规却出人意料地成为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核心法律工具。从卡特总统应对伊朗人质危机开始，历任总统都曾动用这个法案来冻结外国政府或个人如恐怖分子的资产，并禁止与他们进行经济交易。细看历史，其实很多的美国法律都有类似的奇特经历。立法人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自己的司法意图而确立了一个法律，但是法律一旦成立，未来这项法律会被如何使用，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根本没人能够预见到。不过在川普之前，的确没有总统把这个1977年的紧急法用在全球关税上。川普司法团队的法律论证很大程度是以尼克松总统1971年的一个关税行为作为司法先例的。1971年8月，尼克松援引那个老的1917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以总统公告的形式对所有现有的进口关税加征10%的临时补充关税。尼克松这么干的目的主要是迫使主要贸易伙伴调整汇率，结果是在尼克松这个关税压力下，当时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低头服软。4个月后，也就是1971年12月，10国集团在美国华盛顿达成了史密森协定。这些国家答应美方的诉求，把他们的主要货币一次性重估进行贬值。因为目的达到了，尼克松的这项附加关税也就在协议签署2天后正式撤销了。美国的关税政策通常是由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的，因此尼克松用总统令的方式设定关税，这个行动也的确是给他的政府带来了官司。
不过1975年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尼克松设立这项附加关税的做法是合法的，总统可以在1917年的与敌贸易法的框架下监管进口。不过尼克松绕过国会，由总统决定美国关税的做法，也的确引发了国会的警觉，从而成为美国国会在1977年通过新版紧急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如今川普的司法团队更是创造性的用这部1977年的紧急法为法律依据，声称川普有权决定美国的关税政策。因此川普在4月初向全球发布了那批颠覆世界贸易规则的对等关税政策，并以那次行动为契机，在过去4个月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可以想象，当今美国两党之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状态，川普这些关税行动必然会面临司法挑战。于是12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政府联合5家声称被川普关税政策伤害到了的美国小企业，在第一时间就针对川普政府启动了法律挑战。他们的核心司法论据就是，关税这一核心税收权利根植于美国宪法，专属于国会，总统无权独揽。他们告川普的案子首先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受理，国际贸易法院做出支持起诉方的判决，所以川普政府把这个案子上诉到华盛顿联邦巡回上诉法庭。8月29日的判决就是这个上诉法庭的裁决。在上诉法庭裁决中，7名法官组成的多数派，他们的裁决直指川普政府对1977年紧急法的解释存在根本性错误。首先，这些法官在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紧急法的条文没有提及关税或任何同义词。其次，这些法官明确区分了监管与征税的区别。川普政府声称紧急法授予总统监管进口的权利，自然就包含了征收关税的权利。但多数派法官驳斥了这一点，指出美国宪法将监管商业的权利给了政府，但是把征税的权利给了国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第三，这些多数派法官还深入探索了1977年紧急法的国会立法意图。法官指出，在其他明确授权总统征收关税的法律中，国会会使用清晰而准确的术语，并设置了严格的程序保障和限制。但是在紧急法中却完全没有这些和关税相关的术语，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国会似乎不太可能有意图授予总统无限权力来征收关税。最后，多数派法官的意见中还引用了一个重要的司法原则，就是重大问题原则。也就是在涉及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时，行政部门必须有来自国会的明确授权才能采取行动。法院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征收普遍性关税无疑属于这类重大问题，而在紧急法中显然没有提供这种明确的授权。在判决中对这个重大问题原则的引用，其实这些多数派法官已经暗暗在和美国最高法院较劲了。他们知道这个案子的下一站一定会到美国的最高法院。那么为什么说他们这个裁决是给最高法院埋了一个地雷呢？我们下面会深入分析。不过反对上述多数派裁决的4名持不同意见的法官也对这个裁决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为川普政府的上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这些反对派法官的核心论点是，紧急法本身就是国会对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对外威胁的一种广泛的权力授予。这4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在他们的陈述中说，根据历史上对这个法律的多次适用，紧急法的语言应该被解读为是授权总统通过关税来监管进口。这些少数派法官认为，多数派对法律的解释过于狭隘，从而干涉了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核心角色。他们认为，这些关税是总统用来应对贸易逆差或者毒品贩运的合法谈判筹码和政策工具。他们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总统需要拥有灵活而有力的手段来保护国家利益，而关税正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不过，在上述法庭最终的裁决中，还是
给这个法律大戏留下了一个悬念。上诉法院法官把他们这个裁决的执行日推迟到10月14日，这就给了川普政府充足的时间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所以说，上诉法院的这个裁决并非川普关税政策的终点，而是开启了一场终极法律对决的序幕。这个司法对决的结果将重新定义美国总统的权力范围，也将决定未来世界贸易的格局。另外，这次上诉法院的裁决也不涵盖川普出台的所有关税政策。此次上诉法院的裁决主要针对川普政府依据紧急法确立的2大类关税。第一类就是川普在4月2日所谓的美国解放日宣布的那些关税。这类关税包含2个成分，首先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其次是针对那些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额外征收高额的所谓对等关税。川普政府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方式推出这类关税的理由是，美国长期且持续的贸易逆差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那么第2大类关税就是所谓的贩毒关税，这些关税是今年2月宣布的，专门针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川普政府在这类关税中启动的国家紧急状态的理由是，这3个国家没有能够有效抑制芬太尼等非法药物和非法移民流入美国，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因此构成了另一项国家紧急状态。从对这类关税引用的国家紧急状态的理由看，川普政府的司法基础是建立在紧急法上的，把紧急法变成了一把可以用于对贸易逆差、毒品问题等各种外交和经济挑战的瑞士军刀。川普的司法团队之所以当时选择这个司法策略，主要是因为这个策略可以绕过其他和贸易相关的法案中更为繁琐的有局限性的程序和规定。比如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只允许总统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而且这些关税还有时限，最多是150天。这些条款根本无法被川普用来作为和其他国家进行外贸谈判的筹码。川普政府通过重新定义国家紧急状态，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能够套用贸易法的司法依据，从而让川普可以快速且不受约束地用关税作为筹码和世界进行贸易谈判。虽然川普政府这么干的初衷是为了实现美国第一的策略，但是川普政府这样干也的确把制定关税政策的这个权利相当于从美国国会转移到了美国总统的手里，因此对美国3权分立的立国基础形成了巨大的司法挑战。美国上诉法院的这个裁决就是对这一次行政权力扩张合法性的司法对抗。如我们前面强调的，上诉法院的裁决不是全盘否定了川普政府过去半年多的所有关税政策，一些关键的关税并不在这个裁决的涵盖范围，根本原因是那些关税政策依据的法律条款不来自这次裁决核心针对的紧急法。具体来说，这次裁决至少不包括川普宣布的下面2类关税。第一类就是那些基于国家安全的232条款的关税，包括那些针对进口钢铁、铝、铜、汽车征收的关税，并没有受此次裁决的影响。这些关税的法律基础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条款，这个条款明确授权总统在商务部调查认定某些进口商品可能损害国家安全时，总统有权来采取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针对措施，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第2类就是基于不公平贸易的301条款的关税，包括川普第1任内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征收的关税，以及随后经拜登政府延续和调整的部分，同样不受这次裁决的影响。这些关税政策的依据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这个条款授权美国政府中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并反击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一经公布，立刻在美国乃至世界引发强烈反响。在裁决公布后仅几分钟，川普就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做出了迅速而激烈的回应。他用全大写字母写着：所有关税仍然有效。他指责上诉法院的裁决是高度党派化，并断言此案最终将在最高法院获胜。事实是，7个做出反对川普裁决的法官中，6个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1个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而4个支持川普的法官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各有2个。所以这个判决还不完全是按照党派理念投票的结果。这其实才是这个判决最让川普政府担心的地方。川普在他的推文中也提到了，如果这项裁决最终在最高法院被确立了，那对美国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甚至有摧毁美国的可能性。有人说，川普的这些言论是对美国人的末日恐吓。不过，没人否认这场法律战的背后是美国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按财政部的数据，截止7月31日，累计美国关税收入已经超过了1420亿美元。和提高关税前的数据相比，增加的关税给美国已经带来了近1000亿的额外收入。美国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提到，如果关税最终被法院推翻，政府可能需要向进口商退还这笔巨款，这可能给原本就在台高筑的美国财政带来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另外，这些关税也是川普政府外交和全球贸易政策的核心支柱。从目前已有的谈判结果看，这些关税在向其他贸易国施压，迫使其达成对美国有利的新贸易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法庭裁决让美国政府失去这个强大的谈判筹码，就相当于鼓励正在谈判的外国政府蔑视川普政府的贸易要求，甚至可能导致此前在关税威胁下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出现动摇。而且，川普的高关税政策是他对美国经济和财政收入整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川普的强力推动下，美国最近推出的大而美法案，把川普在第一任出台的大幅减税政策永久固定下来了。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还给美国人减税。很多人认为川普这是在把美国债务往失控的方向推，是在摧毁美国的金融体系。而川普把他的计划表达得很明确，他是想给美国人减税，然后靠提高进口关税来补上这个财政缺口。但是现在川普的高关税策略，如果真的因为这个案子而被喊停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未来10年美国的国债总额仅仅因为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就会额外增加4万亿美元。那么那个法案给美国带来的就不光是福利，而是有灾难的因素了。因此，川普的司法部长邦迪在裁决公布后，也公开指责那7位上诉法庭的法官干涉总统外交政策，并誓言会把此案向最高法院上诉。网上还透露了判决公布前的一个细节，也揭示了川普政府内部对这个裁决的紧张情绪。据报道，在判决公布前的几个小时，多位关键的川普内阁成员，包括财政部长本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务卿卢比奥，都紧急向这个上诉法庭提交了文件，警告说，如果法庭宣布立刻废除相关的关税，那将引发美国外交危机，对美国未来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这表明川普政府对败诉的可能性早有预感，而且非常担心这个裁决对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关税谈判的关键影响。另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川普说他的关税政策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制造业，保护美国劳工的根本利益，但代表美国制造业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和代表很多美国企业的美国商会却在这个案子中站在了川普政府的对立面。这两大组织都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的陈述意见，督促法院废除川普的这些关税，说这些关税对美国各种规模的企业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并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川普虽然是美国总统，但川普在当今美国扮演的角色却是一个要对现有体系做大手术的改革家，甚至是革命家。
回看人类历史，任何改革都可能成功或失败，但是任何改革都一定会面临巨大的阻力。任何推动改革的人都是已有制度和体系的敌人。人性使然。从这点看，这场诉讼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交锋，也暴露了美国内部对自己未来经济政策路线的深刻分歧。随着上诉法院的裁决尘埃落定，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这项法律诉讼的最后一站，也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川普政府上诉至最高法院几乎是板上钉钉的。那么上诉法院给予的直至10月14日的暂停期限，也正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法律专家普遍认为，鉴于此案涉及对行政权力的根本性问题，关系重大，最高法院极有可能受理此案。不过，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联邦巡回上诉法庭的判决书真的是给当前的最高法院出了一道司法难题。目前由保守派主导的美国最高法院在近些年的司法判决中一直在强化那个重大问题原则，以此来限制行政机构在缺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制定影响深远的政策。比如前些年，最高法院就利用这个原则限制了拜登政府尝试免除巨额学生贷款的决定。但是在这个案子中，上诉法院做出对川普政府的不利裁决，也是基于这个重大问题原则做出来的。如果最高法院最后决定站在川普政府一边，驳回上诉法庭的裁决，那么最高法院怎么在重大问题原则这个关键原则上和自己此前的裁决保持司法一致呢？因此，这个案子无疑将是对最高法院司法连贯性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占多数，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川普政府在最高法院的胜算其实不高。最终，这场围绕紧急法的法律争议，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关税本身，它触及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在应对新时代全球挑战时，美国总统应该拥有多大的单方面行动权利？美国政府的宪法权力边界又在哪里？最高法院即将审理的不仅仅是对一部1977年法律的适用问题的判决，更是对美国三权分立原则在现代社会的一次关键诠释。最终裁决，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为未来几十年的美国总统权力、国会权威以及美国的全球贸易战略方向定下基调。川普的司法团队当然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个案子在最高法院未来的命运叵测，所以各种迹象显示，川普司法团队已经在对川普关税政策的司法基础进行调整了，在积极准备用其他法律为基础的关税 B 计划，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以不平等贸易为理由的贸易法第301条款。基于这些条款的相关关税就不在上诉法庭的裁决范围内。近期川普政府已经开始积极推进基于国家安全为理由的第232条款关税的适用范围，比如8月份钢铁和铝的关税范围已经扩到400多种新产品线，使得美国金属关税影响的进口制成品总价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元，而且征收关税的税率更是高达50%。未来几个月，川普政府还可能公布针对半导体、重型卡车、药品及原料、已加工关键矿物以及商用飞机和零部件等行业的新关税。在超高的232条款关税威胁的这个大背景下，在和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谈判中，川普政府承诺如果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承诺降低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川普政府会把这些基于国家安全的关税税率的上限设为15%，尤其是在汽车等这些战略性行业里。有迹象显示，美国的一些关键贸易伙伴对川普政府用这个新的关税法律基础来威胁的这个方式也是买账的。根据最新的报道，欧盟近期已经采取行动，考虑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进口的所有关税，并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
欧盟计划用这个行动来赢得川普政府的同意，把对欧盟汽车征收的关税从现在的 27.5% 的税率下调到 15%。 欧盟贸易专员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已经向他们保证，较低的汽车关税如果谈成了，未来会回溯到8月初。欧盟官员说，这些共识有助于恢复欧盟与美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从欧盟的态度，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基本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川普对关税的痴迷已经深入骨髓。你就是利用美国的司法体系击垮了川普关税政策的一个司法基础，川普也会想办法用其他美国法律为司法基础，用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他的关税政策。欧盟官员特别强调双边贸易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其实说出了一个国际贸易中的关键问题。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说有比高关税更有杀伤力的因素，那就是对未来关税无法预测，无法做出商业准备和计划。不可预测性是商业和贸易的最大敌人，没有之一。因此，对于欧盟这些和美国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他们也不想在关税问题上永远这么悬而不决下去。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就是最后美国的司法体系喊停了川普基于紧急法的一系列关税。很多目前和川普政府谈成的贸易协议框架应该也不会全面崩溃，只是美国这边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多让一些利罢了。真到了那一天，也只能把那算成是美国为自己的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保险机制付的那个额外的高额保险费了。对于像中共国这些还没有和美国谈成的国家，如果川普基于紧急法的这些税率被叫停了，那未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说，那川普2月1日宣布的因为芬太尼问题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额外征收的 10% 关税就会被取消了。而且中共也知道川普失去了一张可以随意使用的关税牌，因此中共在谈判中的底气会更壮，所以对中共是好事儿。但是我倒不这么看，川普在2017年和中共打的第一次贸易战时就没有用紧急法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就是依据一个301条款，就彻底改变了中共对美国出口发展的轨迹。现在再加上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贸易扩展法中的232条，我想川普还是有足够多的法律依据来对付中共。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